Hello，网友粉丝大家好啊！我这次北海道的算是避暑之旅吧，就要结束了。我这次在北海道一共待了22天，这也是我继上次拍摄的北海道雪国之旅后拍的第二部北海道避暑之旅。北海道的面积还是挺大的，8万多平方公里，在世界的岛屿面积中，它排在21位。大小差不多是我国海南岛、台湾岛的2个半大。20多天，很多画面还历历在目，比如札幌的喧嚣和美食，小樽的浪漫和神威甲，富良野美瑛的花海，道东的川路和阿寒湖，大地的尽头知床岬，包括徒步知床五湖。看了很多日出和日落，还打卡了日本的最北端稚内，尤其是徒步了利尻岛和里文岛。有不少也是少为人知的秘境之地。我这次的日本自由行基本是用了公交加徒步的旅游方式。虽然很多人的印象中日本没有什么大山大水的美景，但是北海道还算是一个比较清新的旅游地。这2次的北海道之旅我基本都玩了将近1个月，给大家看一看我这次22天的花费。其实晒得蛮黑的了啊！我简单把这个22天的花费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啊。我这次在北海道住了21晚，21晚的住宿花费是6300多。其中呢住了5晚的青旅，这包括在札幌第一次来体验札幌的青旅啊。然后在稚内跟知床五湖的话，没有其他选择啊，就是青旅是最好的选择，位置又好，然后评分又高。要么你就住那个特别贵的度假型的酒店，在那个知床五湖，所以感受还不错其实。然后大部分当然住的是一种单人间啊，就像这样的酒店，或者说是这种标间的1个人住的价格啊。因为日本人的酒店的话，同样的房间1个人住比2个人住要便宜一些。所以这个是21天的住宿花了6300多。如果你要穷游的话，还可以多住一些青旅，价格啊花费还能再便宜。日本北海道的青旅100-200的有很多啊，很多城市都有。当然有些地方也不好找了啊，但是大部分是能找到青旅的。然后机票我是从大连飞过来的，单程是1200，回去的话我算一个从冲绳飞回去的吧，1485，那机票是2600多。另外我这个3次取款用银联卡取的，一共取了将近7000块钱，每次取了5万日元。另外就有一些超市啊、餐厅啊可以用这个手机支付的，大概花了1200，所以总共合计下来是16300，这是22天的整个花费。那这个花费的话，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开销吧，没有特别的节省，因为住的大部分还是标间或者单人间。然后吃饭的话也都比较正常啊，没有捡那个特别便宜的吃，就可能有个别的时候是特别累了，从超市买一些便当回来。大部分还是在起码晚餐嘛，都是吃比较正规的，当地有特色的，有时候一顿饭大概也花个100多块钱啊，当然也有便宜的了啊，这个20-30的早餐呀，30-50的正餐也有啊，有几个徒步的线路时候吃了路餐。反正整个吃饭我觉得相对来说不是很贵啊，我觉得还挺划算的。所以这就是一个总的花费16000多。当然这个价格如果要跟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者消费低的国家相比，它还是要贵一些。但是跟以往相比，我觉得包括以前来日本相比，花费已经比预期低很多了，是吧？因为像北海道这边又是个旺季吧，多少算是个旅游旺季啊，20多天花了16000多，你跟一些国内的旅游热点的地方其实相比都挺有性价比的了，是吧？你要跟去欧美相比的话，已经便宜很多了。然后包括本来想去一趟这个夏威夷啊，我觉得感觉都去不起。
除了住青旅。在整个的消费里面，住说了，吃也说了，行，就日本很多都觉得这个交通的费用比较高。北海道这边我没有买那种什么 JR Pass 卡之类的我都是用的本地交通，就是当然它肯定本地交通也是比较贵，比如坐公交一次也都是10块钱起，经常花30、50，甚至最贵的公交车也花个70。但长途的旅行的话，我基本都用的这个大巴跟这个本地的火车，这个价格比那些特急列车要便宜不少特别城际间，我首选都是大巴去衔接，偶尔的话会用一些火车衔接，这样下来其实交通还省了挺多钱的。但是坐大巴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它很多小地方的大巴车、长途车、大巴车需要提前预约。就我们可能作为一个旅游者来说，预约可能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又不会网上预约，也不知道在哪儿网上预约，是吧？所以我一般都是到一个地方的话，我如果选择第2天或隔天我坐大巴走的话，我都到了车站，我就找那些咨询的窗口，我问他有没有大巴，然后他如果说有的话，问他需不需要预约，他如果说给你查说需要预约，那就让他帮着预约一下。日本的我觉得服务人员都非常热情，就有时候跟他不相干的一些事情的话，你跟他提出一些请求帮助的话，他都非常热心，这点我觉得还蛮感动的。所以像这种本地的大巴，我通常都是让当地人帮着我帮忙。你稍微跟他这个提出一些请求的话，他都非常热情，有时候都不关他的事情，特别热心帮你做，这点我觉得真的特别好。而且像日本预约的话，都不用提前交钱，就预约把名字留下来就行了，最多留个电话。电话其实无所谓了，他也不会打，主要是留个名字。然后之后你那个第2天上车呀或干什么的时候的话，你就是当时交钱，这个挺好。这就是整个的一个花费情况，16000多22天，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吧。另外很多人看我这个视频都挺羡慕我这种说走就走的这种旅行方式，但是都觉得说，哎呀，不会外语怎么办不会日语怎么办，不会英语怎么办？其实就是我说过就是如果你手机操作的特别灵活的话，其实手机的翻译软件就是差不多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可能有些时候手机的翻译软件也不是那么方便了，在某些时候使用反正我路上一般来说也揣着这么一个翻译机这个其实我一直都随身揣着，我甚至是包装盒也一直带着，但是我都没有分享给大家。这个翻译机的话是可以翻译几乎全世界的各种语言就是你要行走100多个国家的话，带一个翻译机足够了。其实我的外语水平的话，就英语凑合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障碍吧，衣食住行。日语的话，其实就会简单的几句所以要特别复杂的时候，如果手里有一个翻译机还是很方便的所以如果大家确实不会外语又觉得每次都想去问别人的话，其实可以准备一个翻译机。这个翻译机的话费用不高在我橱窗里就有这个翻译机有很多优势就是一般翻译机来说的话，首先你要有网才能翻译，就通常来说你还会买一个当地的比如电话卡呀，或者有 WiFi 的情况下你才能在线翻译。但这个呢就不需要，因为它有一个本身来说是免了你2年的这个国际漫游的费用，就是你基本上拿这个东西收到之后600多块钱的东西，你到了当地开机马上就可以使用。因为有时候可能你拿了个手机就不是特别方便老去翻译，毕竟还要查东西等等翻来覆去的，这个开机就可以用，非常方便。然后基本上就是对着它说，马上及时就翻译出来了。其他的各种各样手机的翻译功能它都具备，有些手机不具备的功能它也具备，特别好离线翻译也好用但是我们这个本身就是它这个是基本上100多个国家你都可以到时候开机就用，我感觉这个都比那些2-3千块钱的都实用，蛮好的橱窗里有可以看一看，然后操作方法也很简单，拿过来的话简单学一学就行了或者问问客服所以这个呢就是推荐给大家吧。如果你挺希望出国旅游自由行的，
又担心外语不好，然后手机的翻译又觉得有点限制的话，就用它。你像我的英语还可以，我都带着一个，因为毕竟去一些地方，还是更方便一些吧，以备不时之需啊。特别对那些不太会外语的人就更方便了，因为它可以及时的沟通啊，很方便，也很小巧。就是手机上的所有的翻译功能它都具备，但是有一些特殊功能手机是具备不了的。最主要是方便，自带流量啊，自带国际流量，就是到了地方开机马上就可以用。不像有的翻译机啊，你还要去买卡插卡，或者在有 WiFi 的环境才能用，这个都不需要啊，这点特别好。翻译的准确率也非常高了啊。其实我这次在路上的时候，有一些那个当地导游，我这有1-2次那个报的当地导游的那个小团嘛，就拿它就跟那个听那个同声翻译似的，很准确。当然你要听一些关键的东西就行了。橱窗里有，只要600多就可以请一个非常高级的随行翻译。然后下一站我得想回程的时候再加一个旅游景点，当时想想去哪儿，后来想一想还是把这个旅游签证这个30天用满吧，所以考虑到去一趟冲绳。冲绳有个地方对我挺有吸引力的，叫宫古岛，那有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吧。好了，我今天这个视频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